白玉兰热搜在聚首，杨幂赵丽颖正面交锋，85花事后战局太焦着。第31届白玉兰奖评选期开启，杨幂生万物，赵丽颖小成大事双双在列。杨幂赵丽颖白玉兰同框词条直接冲上热搜，85花顶流的正面对决，还没提名就已经拉满话题度。从表演质感来看，赵丽颖在小成大事里的内敛克制、生活化演技更受路人与业内认可，角色完成度与口碑更占优。但结合近年白玉兰的颁奖规律，倪妮流金岁月，赵丽颖风吹半夏，唐嫣繁花，刘亦菲玫瑰的故事均是提名热门却未能摘奖，不难看出本届走向依旧充满变数。业内普遍预测，今年大概率是杨幂拿下海外推广大使，赵丽颖则是提名陪跑，大概率不拿奖，甚至存在无缘提名的可能。如果真的给杨幂海外推广大使，给赵丽颖事后，等于直接用奖项敲定两人咖位。在资本博弈与平台平衡的规则下，这种两全其美的局面几乎很难实现。同时赛道上还有强敌环伺，孙俪冲击3封，吴越瞄准2封，两人都是评委偏爱的实力派，一旦他们入局，其他提名者的机会都会被大幅压缩。对杨幂与赵丽颖而言，这不仅是事后之争，更是85花转型实际的关键一战。而对白玉兰来说，如何在流量、演技、资本之间找到平衡，也成了本届最大的看点。如果把今年的白玉兰看成一场没有硝烟的长跑，那么当白玉兰奖的评选窗口刚刚打开时，关于85花的讨论就已经提前点燃了整个舆论场。尤其是杨幂与赵丽颖同时出现在话题中心时，那种熟悉又微妙的竞争感，再次把观众的情绪拉回到内娱最热闹的时刻。杨幂赵丽颖白玉兰同框冲上热搜，其实并不只是简单的谁赢谁输的讨论，更像是一场关于成长、转型与时间的集体回望。很多观众都记得，当年所谓85花这个词刚被提出时，它更像是流量时代的标签，漂亮、年轻、能扛剧，但总是被质疑演技不够厚。可时间往往是最公平的裁判。10几年过去，当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这群演员时，评价标准早已悄然改变。如今的竞争不再只是人气或商业价值，而是角色厚度、表演质感以及演员对作品的掌控力。在这场讨论中，最被反复提及的作品之一就是《小成大事》。在这部现实题材剧里，赵丽颖的表演几乎完全褪去了以往古偶剧的光环，她不再依靠外放的情绪或者夸张的戏剧张力，而是选择一种更克制、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去塑造人物。那种沉静的力量，其实很容易让观众忽略表演本身，仿佛镜头里只是一个真实生活在小城里的普通女人。很多路人观众看完之后都会说一句类似的话，原来她已经演到这种程度了。双引号，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如果回头看赵丽颖这些年的作品轨迹，会发现她几乎是一步一步把自己从古偶女主慢慢推向更复杂的角色世界。从早期的古装成名作，到后来在《风吹半夏》里塑造许半夏这样充满棱角的女性角色，再到现实题材作品里的沉稳表达，她像是在不断拆掉观众对自己的固有想象。每完成一部作品，就往前走一点点，不急不躁，却异常坚定。也正因为如此，当很多业内人士预测今年白玉兰的结果时，大家才会说赵丽颖或许依然是热门，但未必能最终摘奖。因为在这项奖的历史里，竞争从来不只是单纯的演技比较，还涉及题材、评委偏好以及整体格局。像孙俪这样的实力派，一旦带着作品入局，往往自带强大的评委缘。而吴越近年来的表现同样稳定扎实，也一直是奖项青睐的类型。但有趣的是，即使很多人预测赵丽颖可能陪跑，观众的态度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消极。相反，网络上的讨论更多是在感慨，她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不那么依赖奖项证明自己的阶段。
对于演员来说，奖杯当然重要，但真正决定职业生命力的，往往还是作品本身。当一个演员不断拿出让人记住的角色时，观众心里的那份认可，其实比任何奖项都更长久。而另一边，杨幂的名字出现在讨论里，也同样让这场85花之战充满戏剧性。她一直是娱乐圈话题度极高的演员之一，无论是商业价值还是公众关注度，都始终保持在非常稳定的高度。这种持续10几年的曝光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行业能力。很多人调侃说，杨幂似乎天生就懂得如何与这个娱乐时代相处。因此，当两个人再次被放在同一张名单里时，观众看到的不只是竞争，更是一种不同路径的对照。一个在作品里慢慢沉淀，一个在行业里始终保持强大的存在感。不同的节奏，却同样顽强地走到了今天。也正因为如此，今年的白玉兰才显得格外有看点。对于观众来说，这不只是一次奖项归属的猜测，而是一场关于演员成长的集体见证。有人会赢，有人会遗憾，但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这一路走来的变化。如果说娱乐圈是一个不断更迭的舞台，那么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持续10多年依然被讨论，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胜利。赵丽颖身上最让人佩服的一点，恰恰是那种不急于证明自己的耐心。她没有用喧哗去对抗质疑，而是用一部又一部作品慢慢回应。所以，当人们再次讨论今年的白玉兰时，也许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观众已经看见，那个曾经被贴满标签的演员，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更加宽阔的表演世界。而对很多长期关注他的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本身就已经足够令人骄傲。因为有些演员的魅力，从来不只是某一次获奖的瞬间，而是在时间里慢慢沉淀出来的光。官方发布声明，演员番位最新发布，恶心的一幕发生，赵丽颖坐后排。就在13号那天，官方发布了一个备受关注的声明，讨论了关于演员番位的问题。声明中明确提到，演员的番位排序将不再完全依赖于演员的咖位，而是以演员的真实姓名、姓氏笔画顺序来决定。新的原则意味着，演员的排名不再简单的根据星光熠熠的咖位来排列，而是将推出一种全新的机制，旨在推动新演员的崛起。最前排的演员中，必须会有新人演员的身影，试图让更多新鲜面孔出现在观众眼前。这次改变可谓与以往大相径庭，观众即将迎来更加多样化的演员阵容，尤其是年轻一代演员的机会也大大增多。官方还提到，他们将探索并实施一些重磅项目，以促使演员发展更为平衡多元。随着声明的发布，许多网友迅速将一些明星的名字进行对比，尤其是在笔画方面。比如关晓彤的姓氏笔画是6画，而张若楠则有11画。部分网友纷纷评论，分析这些明星的名字笔画对照，试图猜测这次变动会对他们的番位造成什么影响。可有意思的是，许多人在讨论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这次番位排序的依据是演员真实姓名的姓氏笔画，而不是公众熟知的艺名。如今不少演员的艺名和真实姓名有所不同，甚至有些演员更改了姓氏。因此，最终的番位排名还是要参考官方的实际安排，而非粉丝的个人分析。事实上，很多明星的姓氏变化的确让排名更加复杂。例如，海清的真实姓名是黄怡，而宋祖儿的原名则是孙凡清。这些明星的名字并不如他们的艺名那么简洁，笔画较多，可能在排名上稍显靠后。然而，也正是这种基于笔画的新规则，减轻了一些粉丝间的争执。过去，粉丝们因自己偶像的咖位问题而频繁发生冲突，但现在番位的排序方式发生了改变，粉丝们也许会因此少一些不必要的纷争。尽管如此，这项声明仍然引起了部分粉丝的不满。许多人认为，如果咖位较大的明星
因姓氏笔画较多，导致他们的排名靠后，这会让一些粉丝感到不平衡。比如赵丽颖，她无疑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体。然而，如果按照这个新规则，赵丽颖可能会因其姓氏笔画的缘故排名在前的明星后面，甚至与一些咖位较小、笔画较少的演员同处一排，这对许多人来说显得不太合理。赵丽颖与赵露思的咖位差距明显，却可能因为姓名笔画的不同而被安排到一起，这无疑会激起一些争议。有支持这一变动的声音，也有反对的意见，大家对这种新规的看法不一，究竟如何，还是得看官方的最终执行结果。如果只从娱乐圈番位文化的角度看，这次规则的变化确实很容易引发情绪，但冷静一点看，其实事情并没有很多标题写得那么离谱。文章里提到的核心，其实是一个新原则，演员排序更多按照真实姓名姓氏笔画来决定，而不是完全按照咖位。先说一个大家最关注的人物，赵丽颖。很多网友看到按笔画排后，第一反应就是，那像赵丽颖这种国民度极高、作品成绩很稳定的演员，会不会被排到后面，看起来像是坐后排。从情绪上来说，这种担心可以理解，毕竟在很多观众心里，她已经是多年稳居一线的实力演员，与《奉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些作品早就证明了她的市场号召力。但如果换个角度看，这个规则其实更像是一种去流量化的小尝试。过去娱乐圈很多争议都来自番位，谁是一番，谁占 C 位，谁被压番，粉丝之间往往因为这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现在如果真的按笔画或姓名规则排列，至少表面上减少了人为争议，不是谁压谁，而是一个固定规则。文章里举的例子也很典型，比如关晓彤、张若楠。如果只看姓氏笔画，确实可能出现咖位高的不在最前排的情况，但这本质上只是排序方式改变，并不代表资源、地位或影响力真的发生了变化。真正决定演员地位的，从来不是一场活动坐在哪里，而是作品和观众口碑。再回到赵丽颖身上，其实她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不在意这些外在符号。她从知否到现实题材作品，再到仙侠剧回归，每一步都在用作品说话。对于这样的演员来说，番位规则怎么改，影响其实有限。观众记住的不是他坐在哪一排，而是他塑造过多少角色。所以，与其把这件事理解为谁被安排在后排，不如把它看成娱乐行业试图减少番位争议的一种新尝试。至于这个规则最后会不会真正执行，能不能长期存在，还得看行业和观众的反应。如果换成你来看，你觉得演员活动排序应该看咖位，还是用这种客观规则？其实这个问题在娱乐圈里可能还会吵很久。赵丽颖公园被拍，手持玩具剑萌翻全网，却遭网友催更。3月13日，赵丽颖意外引发全网热议，没有新剧官宣，没有商务动态，仅凭一段被鱼媒拍到的公园散步视频，就瞬间霸屏热搜。一边是她可爱松弛的状态圈粉无数，一边是网友们急不可耐的催更声，反差感拉满，让人既心疼又期待。视频中，赵丽颖穿着十分随意，一身休闲穿搭褪去明星光环，头上和脸上都戴着帽子与口罩，将自己包裹得十分严实，却难掩灵动气质。最吸睛的是她手中握着的玩具剑，挥舞间尽显可爱，瞬间打破大众对她的固有认知。谁也没想到，荧幕上气场全开的女演员，私下里竟有如此少女心的一面。细心的网友发现，虽然赵丽颖手持玩具剑，身边却没有出现她儿子想想的身影，由此推测，这把剑并非给孩子准备，而是她自己拿来把玩的。正当大家感慨她可爱时，又有网友出面纠正，趁她手里拿的并不是玩具剑，而是外形酷似剑的泡泡水。这般反差，
更让网友们觉得她接的气又萌态十足。视频传开后，网友们的观点瞬间分化，情绪碰撞格外鲜明，每一种声音都藏着对赵丽颖的关注与喜爱。大部分网友被她的松弛感圈粉，直言这才是顶流该有的状态，不刻意营业，不炒作卖惨，好好休息的样子太动人。没想到赵姐私下这么可爱，玩泡泡水的样子像个小女孩，反差感拉满。还有网友表示，看到她这般松弛，终于放下心来，希望她能好好享受休息时光，不用被外界节奏裹挟。也有少数网友满心期待她的新作品，忍不住催更：赵姐休息够了就赶紧进组吧，太想看你拍新剧了，去年的作品太过惊艳，已经剧荒好久了，求尽快解锁新角色。还有网友坦言，理解她需要休息，但还是忍不住期待，毕竟她的演技与选剧眼光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希望她能早日调整好状态，带来新的惊喜。看到赵丽颖的状态，我不禁想起自己去年忙碌的时光，全年连轴转，每天被工作填满，连好好散步、放松自己的时间都没有，久而久之，整个人变得疲惫又焦虑。直到今年给自己放了一段长假，才明白，适当的休息不是摆烂，而是为了更好的出发。我始终觉得赵丽颖的选择没有错，去年她高强度拍戏，带来了多部优质作品，如今放慢脚步，好好休息，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为了后续能以更好的状态呈现更精彩的角色。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她从农村出身，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从配角逆袭成顶流，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再到近年来的爆款作品，她用扎实的演技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角色，打破了流量无演技的偏见，成为观众心中实力派顶流的代名词。她不仅在事业上全力以赴，婚后也兼顾家庭与工作，努力平衡着两者的关系，活成了很多人心中的榜样。如今的赵丽颖早已褪去当年的青涩与浮躁，变得愈发从容通透。去年她忙碌一整年，高强度的工作让她身心俱疲，所以今年她特意放慢脚步，计划好好休息，充电，暂时没有进组的打算。从公园散步的视频不难看出，她的状态十分松弛，褪去了荧幕上的光环，多了几分烟火气与少女心，这份不慌不忙反而更让人喜爱。说到底，这场热议的核心从来不是赵丽颖玩泡泡水，而是大家对她的喜爱与期待。一边是希望她好好休息，享受生活的心疼，一边是渴望看到她新作品的期盼，两种声音都是最真挚的祝福。愿赵丽颖能在休息的时光里好好治愈自己，也愿她能遵从自己的节奏，待休整完毕，带着新的作品惊艳归来，继续在荧幕上发光发热。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娱乐时代，一个演员想要真正慢下来，其实并不容易。但最近一段关于赵丽颖在公园散步的视频，却让无数观众重新看到了她最真实、最动人的一面。没有红毯的灯光，没有剧组的镜头，也没有精心设计的造型，只是一身简单的休闲装，帽子和口罩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可即便如此，她那种独特的气质依旧藏不住，尤其是当她手里挥着那把看似玩具剑的泡泡水时，那一刻的轻松与俏皮，让很多人突然意识到，原来荧幕上那个气场强大的女演员，私下竟然也会像个小女孩一样玩得这么开心。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时，第一反应其实是惊喜，因为在大众印象中，赵丽颖似乎一直是那种非常拼命、非常专注事业的演员。从早年的默默无闻，到后来一步一步走到行业中心，她给人的印象始终是努力、坚韧，甚至带着一点倔强。但这次公园里那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却让人看见了另一种她，松弛、自在，甚至有点顽皮。她挥着泡泡水的样子，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在娱乐圈打拼多年的明星，更像一个难得拥有假期、
终于可以放松心情的人。也正因为如此，网络上的讨论变得格外有意思。一部分网友被这种真实的状态彻底圈粉，他们说，这才是一个真正红了很多年的演员最难得的样子，不需要刻意营业，也不需要时时刻刻维持完美形象。他只是去公园散散步，玩一玩泡泡水，就已经让人觉得亲切又温暖。甚至有人调侃，原来赵姐私下这么可爱，突然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她了。双引号。但另一边，也有不少观众忍不住开始催更，因为过去1年，赵丽颖的作品给观众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她在不同题材中的表现，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她作为演员的可能性。正因为看过她一次次突破自己，观众才会在她暂时没有新作品的时候感到一种剧荒的焦虑。有人在评论区半开玩笑地说，赵姐休息可以，但能不能休息完赶紧进组，我们真的太想看新角色了。双引号。其实，这种看似矛盾的声音背后，恰恰说明了观众对她的情感有多复杂。一方面，人们希望她能好好休息，不要像过去那样长时间高强度工作；另一方面，又因为太信任她的表演，所以总是忍不住期待下一部作品。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拉长一点，会发现赵丽颖的演艺道路本身就像一部非常励志的成长故事。她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舞台中央的演员，也没有显赫的背景。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她，是在古装剧《花千骨》中。那部剧让观众记住了她清澈而倔强的表演，也让她第一次真正站在大众视线的中心。而真正让她完成口碑与人气双重飞跃的，是后来那部气质完全不同的作品《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那部剧里，她把角色从少女到成熟女性的成长演得层次分明，让很多原本只把她当作古装偶像演员的观众彻底改变了看法。那之后，人们逐渐发现，她并不满足于停留在某一种类型里，而是不断尝试新的角色与题材。正是因为这些年的积累，当观众再次看到她在公园里随意散步时，才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个曾经在荧幕上塑造过无数角色的演员，其实也不过是一个需要休息、需要生活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视频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在于玩具剑或者泡泡水本身，而在于那种久违的生活气息。娱乐圈里的很多明星，总是被各种行程和曝光包围，仿佛永远停不下来。但赵丽颖这次看似普通的一次散步，却像是在提醒大家，演员也需要时间去放松、去充电。只有真正生活过，才有可能在下一次角色中带来新的感受。也许正因为如此，很多观众在看完视频后反而更加期待她未来的作品。不是那种急迫的等待，而是一种带着耐心的期待。大家似乎都明白，如果一个演员能够在忙碌之后学会停下来，那么当他再次回到镜头前时，往往会带着更成熟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再回头看这场因为公园散步而引发的热议，其实会发现，它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新闻。那短短的一段画面，让人看到一个演员在光环之外的样子，也让观众重新思考人与工作的关系。也许不久之后，当赵丽颖再次带着新角色出现在荧幕上时，很多人会想起今天这段视频，想起那个在公园里挥着泡泡水，笑得像个小女孩的她。因为正是这样的时刻，让人相信，一个真正热爱表演的人，总会在合适的时候，再次带着故事回来。笑泪齐飞，林更新、李幼斌新片《马腾你别走》首映，由少妍、刘倩担任编剧，岳阳执导，林更新、李幼斌领衔主演，宋茜、王彦霖特邀出演，李雪琴、陈海琳主演的开年最受期待的清爽治愈电影《马腾你别走》于1月8日在北京举行如愿主题首映礼。导演岳阳，编剧刘倩携领衔主演林更新、李幼斌，主演李雪琴、陈海琳等主创悉数亮相。
映后交流环节中，主创团队动情分享了创作初衷与幕后趣事，将影片中豁达乐观的生命力与双向救赎的治愈内核与当下社会情绪精准连接，温暖了在场的每一位观众。影片凭借真实鲜活的角色塑造、笑中带泪的剧情表达、全员在线的演技水准，收获现场观众与嘉宾的一致好评。现场观众整活，高能场面不断，更有观众动情的推荐，太适合约上想一起养老的朋友，或者带着家里长辈来看。看完不仅有欢笑有感动，更能给两代人建造一座沟通的桥梁。影片将于1月10至11日30呈现时点映，1月16日全国上映。祝愿每个人都能看个开心。马上多金，预售火热进行中。在首映礼映后互动环节，导演岳阳真诚表示，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悲欢的时刻，我希望看完这个电影的大家可以有悲歌喜唱的勇气。编剧刘倩也补充，希望看完了之后观众感到开心的同时有被治愈的感觉。而林更新与李幼斌的首次大银幕合作成为了全场焦点。在谈及马腾这一角色时，林更新坦言自己被剧本和故事所打动，自己也是第一次饰演马腾这一类的角色。虽然我和马腾肯定是不一样的人生，但是我可以理解并且体会他的处境。马腾和老林相互治愈和救赎的友情很吸引我。李幼斌则表示，希望年轻观众可以带父母来看这部电影，这是一部喜剧电影，也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社会现象，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主演李雪琴解读自己的角色小玲是一个很酷的人，她跟所有人相处都有一种松弛的状态，并用东北话为现场观众送上祝福。而主演陈海琳也再次用影片中马山的经典台词人生是比较积极，你今天永远比明天年轻，为观众带来新年的治愈。主创们的诚挚分享令现场一度漫溢温暖的氛围，气氛更是在观众的整活中达到了高潮。互动环节秒变大型玩梗现场，有观众当面贴脸开大，对着林更新喊出那句名梗北京都有谁在啊，引得全场爆笑。有备而来的影迷直接为李幼斌送上意大利炮，更有观众现场复刻《亮剑》李云龙的名台词，上演真假李云龙。这波回忆杀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当然现场也不乏温情时刻，一位特意带着父母来到首映礼的观众激动地表示，我自己就是看着李幼斌老师的电视剧长大的，至今还会反复刷他那些经典作品。我们全家都是李幼斌老师的铁粉，今天能带爸妈在大银幕上看到他，感觉特别圆满。一旁的父亲动情地表示，李云龙是自己多年的精神偶像，当年看李老师演的李云龙，那股亮剑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代人。今天看到老林，我要再次谢谢你，您让我知道了未来的路该怎么过，和孩子一起看这部电影，太有意义了。双引号。首映礼现场星光熠熠，多位行业内嘉宾惊喜现身分享观影感受，从不同视角真诚分享观影感受，传递对影片的认可与喜爱。尤为让人动容的是，已故编剧邵岩的父亲与母亲亲临现场，动情说道，邵岩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看到今天的一切，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他的遗愿今天终于实现了。作为本片演员，饰演壮叔的冯雷以观众身份分享，作为纯粹的观众真的很感动，既想到了老年人的迷茫，也共情了年轻人的压力，感谢导演的巧妙编排，让人有前行的力量。青年女演员文琪表示感谢带来这样温暖幽默又感人的影片，聚焦老年人抑郁症的题材很难得，满是人文关怀，让人看得开心又有思考。导演易小星直言被演员演技深深打动，而演员马启岳、黄若腾、涂玲直言影片特别温暖治愈，导演韩衍、童志坚、彭晨也为影片点赞。饰演乐乐的小演员王明轩惊喜现身，送上新年平平安安的童言祝福，引得全场欢笑。在一片欢笑之外，观众的好评则显得直白而热烈。一位观众精准地总结，我觉得这是我们时代必看的一部电影，它
它特别适合两类人：一是你最想跟他一起养老的朋友，二就是家里的长辈。看完不仅有欢笑，更能给两代人都带来启发。影片独特的叙事质感也成为讨论的焦点，许多观众惊喜地发现，导演用如此温馨、轻松的视听语言，去拆解老年人生活的真实困境和代际之间沟通的阻碍点，让青年人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长辈的孤独与渴望，也让长辈更能理解当下人的困境和无奈。正因如此，不少在此前元旦点映看过电影的观众都表示，这部电影非常适合与父母长辈一同观看。不仅因为林更新的活人感演技精准，戳中当代年轻人的情绪，成为年轻一代的精神嘴替，再加上具备高国民度的李幼斌是两代人共同的锚点，也是电影能够提供两代人沟通的桥梁，让那些无法面对面说出口的话，都有了一个合适的出口。在今年年初的电影市场里，有一部作品悄悄带着温度走进观众的视线，那就是由林更新与李幼斌共同主演的电影《马腾你别走》。说实话，在如今动辄特效轰炸、剧情反转层层叠叠的电影环境里，这样一部看似平静的作品，反而显得格外珍贵。它没有试图用宏大的叙事去震撼观众，而是用一种贴近生活的方式，让人一边笑，一边在不知不觉中湿了眼眶。看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不是一部只讲故事的电影，而是一部在和观众聊天的电影。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其实就在于人。而在这一点上，林更新的表现可以说是给了不少观众一个惊喜。很多人提到林更新，第一反应往往是幽默、随性，甚至带点松弛感的演员气质。但在《马腾你别走》里，他把这种看似轻松的气质变成了一种非常真实的生活状态。马腾这个角色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人物，他会迷茫，会逃避，也会在现实压力面前显得有些无措。但正是这种不完美，让角色显得格外真实。林更新没有刻意去演，而是把人物活成了一个你身边随时可能遇到的人。尤其是在与李幼斌的对手戏中，这种真实感被放大到了极致。李幼斌老师的表演一向以沉稳、厚重著称，而林更新则像一阵风，带着年轻人的不羁与活力。当两种完全不同的气质碰撞在一起时，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影片中的马腾和老林并不是简单的两代人关系，他们更像是在人生不同阶段相遇的两个旅人，一个还在寻找方向，一个已经走过风雨。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互动既有喜剧的轻松，也有生活的重量。电影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他把治愈这个词讲得很克制。很多作品喜欢把温情讲得很用力，但马腾你别走却像一杯慢慢回甘的热茶。故事里的笑点来得很自然，有时是一句调侃，有时是一段看似普通的对话，却总能让观众在笑声中突然意识到，原来生活里的很多难题，并不是必须马上解决，而是有人陪着一起面对。在这里，林更新的表演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身上那种活人感，其实正是当代年轻人最熟悉的一种情绪表达方式。不是完美的英雄，也不是无所不能的角色，而是一个会吐槽、会困惑，却依然努力生活的人。很多观众在观影后都说，林更新在片中的很多台词和表情，就像是在替年轻人说话，这种感觉特别真实，也特别解压。而当这种年轻人的情绪与李幼斌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人生经验相遇时，电影就产生了更深的层次。我们会突然意识到，很多代际之间的误解，其实只是缺少一次真正的交流。影片用一种温暖又幽默的方式，让两代人慢慢靠近，也让观众在笑声中重新理解彼此。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的整体氛围非常轻盈。虽然故事触及了老年人孤独、年轻人压力等现实话题，但导演并没有让影片变得沉重。相反，他选择用一种温暖的节奏去讲述这些问题，让观众在轻松的氛围里慢慢体会生活的重量。
这种处理方式其实非常难得，因为真正打动人的电影，从来不是情绪的堆砌，而是情感的共鸣。如果说这部电影最大的魅力在哪里，我想大概就是它让不同年龄的观众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年轻人会在马腾身上看到自己的迷茫与倔强，而长辈们则会在老林身上看到岁月留下的沉淀与坚持。当两种视角在同一部电影里交汇时，马腾你别走就不再只是一个故事，而变成了一座连接两代人的桥梁。所以当片尾字幕慢慢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心里多了一点轻松，也多了一点勇气。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一部电影而彻底改变，但有时候一部真诚的电影确实可以让人重新看待生活。而在这段旅程里，林更新用他真诚而自然的表演，悄悄把观众带进了马腾的世界。也许这正是电影最迷人的地方，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生活。看完马腾你别走，很多人都会有一种很简单却很温暖的感受，原来人生再复杂，也总会有人陪你一起笑着走下去。撕小迪风波仅1周，官媒公开点名林更新，原来赵丽颖当初没说谎，吃了吗也能当雷神之锤。2026年第一口瓜把我直接噎笑。1月14日凌晨3点，撕小迪的账号突然发疯，10分钟内连发10条微博，鹿晗，范丞丞，谭健次，林更新，统一文案只有2个字：爱过。配图是清一色的绿色聊天截图，时间显示2023年，跨度整整30天。网友揉眼以为穿越回2013年的我们时代，结果点进去一看，瞬间笑到手机掉马桶。林更新部分最高能的对话如下：早，双引号，吃了吗？双引号，晚安，双引号，哈哈，双引号。30天里，他唯一一次主动约饭，还是因为新剧杀青请全组，撕小迪没回，饭局自然黄。第二天他补了张自拍，配文错过，林更新回了6个点。句号比汉字多，被赐封号内娱最省电男。网友连夜做表，把吃了吗做成年度高频词，甚至开发出林更新自动回复机器人，输入任何句子都能秒回吃了吗，下载量1小时破20万。早上9点，林更新工作室发出辟谣声明，全文加标点一共27个字。网络所传内容系恶意拼凑，如患病请早日康复。冬寒，请多穿点。双引号。公文里塞段子，东北大碴子未冲屏而出。粉丝还没动手，路人先笑疯。哥，你下次能不能发语音？想听你亲口说吃了吗？当天他抖音涨粉50万，评论欧清一色蹲一个吃了吗语音包。有人把聊天记录做成助眠视频，循环播放吃了吗？弹幕刷听完饿了起来吃了3碗饭。反转来的比官媒下车速度还快。央视网原定1月20日才播出的马腾你别走首映礼，因话题爆表提前直播。镜头里，林更新穿着45块军大衣，跟村口大爷蹲墙根啃馒头，脸晒得比煤球深3个色号。主持人问为啥这么拼，他咧嘴一笑，不然观众一看就出戏，那多丢人。现场记者原话，这肤色至少在地头除了3个月草。弹幕刷过去一排，哥，你这叫用脸种地吃了吗？吃了土吗？双引号。后台采访遇到赵丽颖，她笑着补刀，早跟她说防晒，不听，现在糊成酱油还加盐。两人从楚乔传吵到与凤行，嘴炮模式10年不变。片场花絮里，赵丽颖依据专业点，林更新立刻把笑收回去，腰板拔得比新兵直。杀青那天，他偷偷在采访里说，他盯着我减肥的那股狠劲，我服。演员想长青的先学会对自己下狠手。网友把这段剪成内娱第一反向激励视频，点赞破1000万。我这才回过味，所谓顶流，不是热搜挂几天，而是翻车也翻不出黑料。别人靠800字小作文洗白，
他靠本人够无聊，聊天记录里没红包，没酒店定位，没语音撒娇，只剩礼貌3连。观众其实不傻，真暧昧还是真客气，一眼看穿。司小迪本想炒旧爱人设，结果炒成旧同事都嫌尴尬，只好删博，主页只剩一句清者自清。网友打卡留言，下次记得带剧本，空洞得连狗都不肯。闹剧散场，林更新没再回应，连夜进组。路透里，他正学开拖拉机，离合踩的一脚泥，嘴里还念叨：“吃了吗？没吃先离2亩地。”我关掉手机想，在娱乐圈活着不难，难的是活得让看客挑不出刺。今天他赢了，赢在那句吃了吗比任何誓言都安全。毕竟，谁会因为一句吃了吗塌房呢？作为长期关注中国影视行业的观众，如果最近留意到娱乐新闻，很难不看到这场围绕林更新的司小迪风波。表面看是一场网络爆料引发的舆论漩涡，但细细回味，却更像一次让人哭笑不得的娱乐圈小插曲。更有意思的是，这场闹剧不仅没有真正伤到林更新，反而意外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他身上的那种笨拙却真实的演员气质。先说那几句被网友做成梗的聊天记录：“早吃了吗？晚安，哈哈。”放在普通人的社交里，这几乎就是最礼貌、最安全的聊天方式。可一旦被放到娱乐圈的显微镜下，就立刻被无限放大。有人调侃说，这是内娱最省电男的聊天模式。也有人说，如果聊天能节能减排，林更新绝对是年度环保大使。可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演员能被翻出来的聊天内容，居然朴素到只剩下寒暄，这本身就说明很多事情。娱乐圈这些年见过太多所谓的爆料，有的情节复杂的像连续剧，有的聊天记录比小说还狗血。但这一次，当网友认真看完所谓的证据时，反应却出奇一致，笑。因为那些对话不像暧昧，更像普通同事之间的客气问候。一个演员如果真的有什么见不得光的故事，聊天记录不可能只剩下吃了吗？也难怪网友后来干脆把这句话做成表情包、语音包，甚至开发成自动回复机器人。某种意义上，这场风波最出圈的不是爆料，而是林更新那句看似平平无奇的问候。真正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随后曝光的电影首映礼画面。为了新片，林更新穿着旧军大衣，脸被太阳晒得发黑，在镜头里蹲在墙边啃馒头。很多观众一开始还以为是造型效果，结果记者近距离一看才发现那是真的晒黑。有人开玩笑说，这肤色像在地头干了一个季度农活。但正是这种不太精致的状态，反而让人觉得踏实。在如今越来越精致化、滤镜化的娱乐环境里，一个演员愿意为角色把自己晒黑、弄糙，其实已经很难得。很多观众喜欢林更新，也正是因为他身上始终带着一点不太明星的气质，有点直，有点懒散，但该认真时又非常拼。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熟悉的名字，赵丽颖。两人从当年的楚乔传到后来的与凤行，合作多年，早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互对式默契。在后台采访中，赵丽颖半开玩笑地说她不听劝，不防晒，现在黑得像酱油。这句话一出，全场都笑了。但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这种调侃其实也是一种认可。因为在片场的花絮里可以看到，赵丽颖一旦说专业一点，林更新立刻就能进入状态。那种从玩笑到认真之间的切换，其实是演员之间很难得的信任。后来林更新在采访中也提到，他很佩服赵丽颖对工作的那种狠劲。演员如果想走得长远，必须学会对自己下狠手。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在娱乐圈里却格外真实。流量可以一夜爆红，但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的，往往还是那些肯为角色付出的人。所以当这场所谓的爆料风波慢慢散去时，很多人反而有点哭笑不得。
因为整件事到最后并没有出现什么惊天内幕，反而只留下一个让人反复回味的梗，吃了吗？有网友说的很有意思，有些明星翻车是因为故事太多，而有些人翻不动是因为生活太简单。在我看来，林更新的魅力恰恰就在这里，他不太像那种被精心包装出来的完美偶像，更像一个偶尔会懒散、会开玩笑，但关键时刻又非常认真的演员。也许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在娱乐圈这么多年，始终保持一种不太紧绷的存在感。当风波过去，再回头看这件事，你会发现一个挺有趣的事实，很多明星需要长篇声明才能澄清自己，而林更新只需要一句再普通不过的话：吃了吗？双引号。有时候，越简单的回答，反而越让人安心。林更新工作室回应网传爆料，各平台不实信息已取证并委托律师处理。搜狐娱乐讯1月3日，林更新工作室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各平台不实信息已取证并委托律师处理，并表示如 IAMROOC 女士所说患有病症属实，希望她早日康复，身心健康。据悉，1月3日凌晨，司小迪在社交平台发文喊话林更新道歉，并晒出疑似和林更新聊天记录：我尊重你，我也不打扰你，但我不允许你女生朋友介绍咱俩认识的，结果你们俩偷偷摸摸好了，是把我当二弟吗？我有抑郁症，我不怕你们任何事，道歉就行，证据我都有。最近围绕着林更新的一则网络爆料，让不少关注他的观众和粉丝都捏了一把汗。娱乐圈向来不缺话题，但真正能够在纷纷扰扰中保持清醒、及时回应的艺人并不多，而这一次，林更新工作室的态度，反而让很多人重新看到了这个演员身上那种少见的坦诚与分寸感。事情的起点来自1月3日凌晨，一位名叫司小迪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公开喊话林更新，表示希望对方道歉，并晒出了疑似聊天记录。他在发文中提到，自己是通过林更新的一位女性朋友介绍认识对方，但后来却发现对方与这位朋友之间关系暧昧，因此感到被伤害。更引人注意的是，他还提到自己患有抑郁症，并表示证据我都有，只要道歉就行。这样的内容一经发布，很快就在网络上掀起了讨论。面对突如其来的舆论，林更新方面并没有选择沉默。当天，工作室很快发布声明回应，表示网络上传播的相关内容存在大量不实信息，已经完成取证，并委托律师进行处理。同时，声明中还特别提到，如果爆料者所说的患病情况属实，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保持身心健康。这段话虽然不长，却让很多网友感受到一种难得的克制，既表达了对谣言的严肃态度，也没有把矛盾进一步激化。其实熟悉林更新的人都知道，他在娱乐圈一直是个挺特别的存在。很多明星在面对争议时，往往会选择极其公式化的回应，而林更新的形象却总带着一点真实。他可以在综艺里大大咧咧地开玩笑，也能在影视作品中演出那种带着烟火气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很多观众会觉得他不像一个被精心包装的偶像，更像是一个有棱有角、有情绪、有脾气的普通人。也正是这种真实，让不少粉丝在这次事件里选择了更理性的态度。有人说，在信息传播如此迅速的时代，一张截图、一段话就能轻易改变舆论方向，但真正重要的是事情是否经过完整调查。工作室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维权，其实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多艺人保护自身名誉的一种方式。更值得一提的是，工作室在声明中对爆料者健康状况的关心，也让不少人叫的林更新依然保持着基本的善意。娱乐圈的公关回应里，很少会出现这样的表达。很多时候，人们只看到冷冰冰的一曲正将追责，却很少看到一句简单的人文关怀。也许正是这种细节，
让不少观众觉得这个演员的性格依旧没有被复杂的环境磨平。当然，网络舆论从来都是复杂的，有人相信爆料，也有人支持零更新，但无论站在哪一边，大多数理性的观众其实都明白一点，感情问题本就属于私人领域，在缺乏完整证据的情况下，轻易下结论往往只会伤害更多人。相比起情绪化的讨论，等待事实和法律给出答案，才是更成熟的态度。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次风波或许也只是林更新演艺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作为演员，他这些年的作品积累已经让观众记住了很多角色。有人喜欢他身上的幽默感，也有人欣赏他那种不刻意端着的松弛气质。在一个越来越讲究人设的行业里，这种自然反而显得格外珍贵。很多观众常说，真正能走得长远的演员，靠的不是一时的热搜，而是作品和时间。林更新一路走来，从青春偶像到逐渐成熟的演员，其实一直在慢慢证明自己。或许正因为如此，每当他遇到风波时，总会有不少人愿意多给他一点耐心。娱乐圈的故事每天都在更新，但对于观众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屏幕里的那个演员。希望这场风波能够尽快尘埃落定，也希望林更新能够继续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上。毕竟，比起短暂的争议，人们更期待看到的，始终是一个演员在荧幕上不断成长的样子。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